由于分析程式最初是针对 FASP 格式设计的，处理 Quantum Espresso、Conquest 等软体，还有近期研究室开始发展的 Classical MD，这些不同格式的资料就无法直接被程式处理，而且无法以 Fasta 和 QuantumWise 等熟悉的视觉化软体读取。为了克服格式不相容的问题，设计转档程式能将其他格式的轨迹档或单点计算档变成 FASP 的格式。首先从轨迹档转成 xDataCard 开始，所使用的 script 是 trj to xdat.py， 支援 Conquest、GRAMACS、LAMMPS 和 Quantum Espresso。本程式会以副档名自动辨识应采用的格式。这页 PPT 展示每种格式会采用的副档名。Conquest 是 XSF 档 ，GRAMACS 是 GRO，LAMMPS 是 LAMMPS-TRJ，QE 是 MD-TRJ。如果记不住所有副档名也没关系。如果程式无法辨识副档名或没有副档名时，它会询问，但是请务必小心。如果副档名程式能被识别，但内容却不符，就会用到错误的格式。好比说 GRAMACS 的内容却使用 MD-TRJ 这个 QE 的副档名，这样会因为使用错误的解析软体而报错。如果担心程式用到错误的格式，最安全的方法是直接用 mode 标签手动指定格式。用 trj to xdat.py 的 help 来看 ，Conquest 的简写是 C，GRAMACS 是 G，LAMMPS 是 L，Quantum Espresso 是 Q。以 Conquest 的格式作为例子，读取的档案是 trajectory.xsf。由于是 Conquest 格式，所以 mode 是 C。在这个例子中，由于副档名是 XSF， 程式已经能够自动辨识是 Conquest 格式 ，mode C 可以省略。就能生成 xDataCard。接下来示范经典分子动力学，也就是 Classical MD 的格式。先以 GRAMACS 作为例子，读取的档案是 trj.gro。除了 xDataCard 之外，还生成了 Molecules.csv 档案，是因为 Classical MD 里面本来就包含分子相关讯息，顺便截取出来，方便后续分析。打开这个档案，可以清楚看到原子编号以及它们所属的分子名称。示范同样属于 Classical MD 的 LAMMPS， 这次读取的档案是 damp.lampstrj。也会生成 molecules.csv， 不过点开之后会发现缺少了分子的具体名称，是因为 LAMMPS 只知道哪些原子属于同一个分子，不会记录这些分子的专属名称。xDataCard 里面必须要有晶格大小、元素种类、数量以及原子坐标，少了任何一个就没有办法写成档案。在这里 ，Q1 的轨迹档是 li.mdtrj。打开后会发现完全没有元素相关的资讯。Q1 将原子种类和相关资料都放在了初始输入档 Q1.in 里，因此在转换 Q1 轨迹档时，要用 Elements 标签将元素的资讯给引入程式中。以上是轨迹档的转换流程，接下来是单点计算档案与 FASP 的 Postcard 格式之间的转换程式。
与轨迹档不同 ，Postcard 与单点计算档案可以进行双向互转，从单点档转成 Postcard script 称作 into_post.py， 反过来则是 post_to_in.py。Gaussian 和 Postcard 的互转用的是另一套 script。Postcard 转 Gaussian 用的是 v2g.py， 反过来则是 g2v.py。开始介绍单点档转 Postcard 的工具 into_post.py 和 xDataCard 相同 ，Postcard 也必须包含晶格大小、元素种类、数量以及原子坐标。以 Q1 为例，读取的档案 Q1.in 包括了原子位置、元素种类和晶格大小等所有必须的数据。所以只要引入档案和 mode 标签，就能够生成 postcard。Conquest 比 Q1 稍微复杂，输入档是 ionpost.dat。关于元素资讯，它只有简单标注第一种元素、第二种元素等，完整的元素种类记录在另一个输入档 conquest input 中。因此需要 element 标签引入元素相关资讯。程式询问输入档的单位，一波尔是 0.529 angstrom， 为氢原子半径，是 conquest 的预设长度单位。这样就生成了新的档案 postcard。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 lamps。data.lamp 这个档案里面也同样只有显示第一种元素、第二种元素等，必须到 in.lamp 来查找元素相关的资讯。指令跟刚才类似，不再赘述。产生了 postcard 以及记录分子相关讯息的 molecules.csv。GROMACS 的输入档 electrolyte.gro 里面有元素、坐标以及晶格大小，但它分子只显示第一种分子、第二种分子、第三种分子，缺少的是分子名称的资讯，所以要到 topo.top 去找。跟刚才类似 ，elements 标签标上 topo.top， 这样子就可以显示分子相关的讯息。同样产生两个档案 postcard 跟 molecules.csv。这页 PPT 总结了预设档名以及引入额外资讯的预设档名 ，Conquest、Q1 和 lamps 都是使用预设档名，名称分别为 ionpost.dat、Q1.in 跟 data.lamp。GROMACS 则是会去侦测副档名为 GRO 的档案，记载额外资讯的预设档名部分 Q1 已经完备，所以不需要。Conquest 跟 lamps 都缺少元素的讯息，所以需要 conquest input 跟 in.lamp 来填补。GROMACS 的 topo.top 则是会记载分子名称，这样 molecules.csv 才能够完整记录分子讯息。以上是 into_post.py 的介绍，接下来是将 postcard 转成其他格式的 script post_to_in.py。首先从转成 Q1 的格式开始说明，引入 postcard 跟 mode 标签。程式会询问输出的单位 ，fractional 是 postcard 的单位，数值只介于0和1之间。这样就可以产生 Quantum Espresso 格式 Q1.in 的档案了。Conquest 跟 Q1 差不多，会问输出档单位，不要忘记预设单位是波尔。接下来是处理 Classical MD 软体 ，LAMMPS 和 GROMACS 都会有分子相关的讯息，
所以生成档案时也要提供分子的讯息，也就是说必须要有 molecules 标签。以 LAMMPS 为例，除了 postcard 还有 mode 标签，还要再引入 molecules 标签，就可以生成 LAMMPS 格式的单点档 data.lmp。LAMMPS 的输出档有一点需要注意，由于刚刚都没有提供电荷项，所以这边数值都是0。GRAMACS 同理，差别只在要把 mode 改用 G， 就不再赘述。我知道有些人到这里已经头昏了，怎么这么多标签？我刚刚讲述的是最完整的版本，只有引入输入档也可以。有缺漏或是程式无法辨识的部分，程式会以互动界面询问。Gaussian 只提供单点档转成 postcard， 使用 G2V 可以将 GJF 档转成 postcard， 反过来则是 v2g.py。只要提供输入档，就能够产生 GJF 档。Gaussian 生成的档案通常没有晶格，若有的话，它会在元素项标记 TV， 分别代表晶格的3个方向向量。所以，若从有晶格资讯的格式，如 FASP、QE 转出来的 GJF 档，没有晶格资讯，可以在档案末尾手动补上晶格相关的资讯。这是刚才的 GJF 档输出的结果，这个红、绿、蓝的线就是晶格的边界。接下来将 Gaussian 转成 postcard， 先从有提供晶格结构的情境开始。使用 G2V.py 并引入 GJF 档。问要不要锁原子，负1是全松，1是全锁，先设定 0.5。打开 postcard，C 轴 fractional coordinate 在 0.5 以下就是全部锁住，而在 0.5 以上则是全部松开。如果处理的是完全没有晶格资讯的分子档案， G2V.py 会提供一个晶格。以甲烷为例，这个档案完全没有晶格资讯。它会问晶格大小，如果想要探讨气态，那晶格大小要够大，才不会受临近周期影响。锁原子选择全松，放到 FASTA， 甲烷会在晶格的中心。自己设定晶格大小要使用 User Mode， 也就是 U。输入晶格向量。设定一个边长15 angstrom 的立方体，分别朝向 x、y、z 方向的向量，向量之间以空白分隔。原子设定全松，这样就可以生成一个边长15 angstrom 的晶格，甲烷在正中间。这些转换工具以 FASP 格式为核心，实现互通 Conquest、Gaussian、GRAMACS、LAMMPS、Quantum Espresso 的目标，使用者便能无缝地利用 QuantumWise 或 FASTA 等我们熟悉的软体进行结构检查和视觉化分析，再次转成各种软体的格式进行后续计算。